采样并不等于抄袭，不尊重版权才是罪大恶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50岁前唱作人廖然奥迪 Fish， 今天有。欢迎你来到 Too Simple。今天这个阵容很强大，我应景的穿了一件 Old School 的 T， 还有他。但其实今天要分享的歌只有一首，传奇说唱组合 NWA 冲出康普顿。Straight Out Compton 收录在 NWA 1988年首张同名录音室专辑。关于这个组合和他们的伟大历史，我就不在这里多介绍，大家可以去看同名电影，电影基本能把他们的故事讲得很清楚。而为什么把这首歌单独拿出来分享？是因为光这一首歌采样使用就有8首之多，分别是鼓、歌词、人声、效果。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对比试听，让你听到细节，也能听到感觉。首先是鼓。What's up?采样了3首歌鼓的部分，这也是一个时代所造成。DJ 会在换歌的时候加入一些全新的节奏，让你知道有新的内容要来了。You're Like It Too, Take Me to the Mardi Gras 就是用了这2首节奏部分来过渡到下一个 rapper， 这种编曲年代感很重。要特别介绍 Amen Brother 这首歌，再听一遍。Amen Brother 收录在1969年灵魂乐团 The Winston 发行的 Color Hum Father 的 B 面。这首歌曲也是有2个采样点，放到之后的某一期讲。其中有一段鼓节奏叫做 Amen Break， 鼓声持续了7秒左右，由 Gregory Coleman 演奏。我们来听一下这段鼓的节奏，并且我附上谱子。是不是很熟悉的感觉？随着 Hip Hop 音乐的兴起，这段鼓采样被广泛使用。这段7秒左右的鼓节奏被使用了上千次，成为了有史以来使用最多采样的素材之一。英国的 Jungle Music 也是用这4小节作为基础。一般在 Old School 的鼓节奏，中拍都会放在2、4拍。Common 在3拍先设计了一个空拍，让人有一种停顿感。在第4拍第1拍也是空拍，紧接着切分音。这4小节对于鼓手来说也是一个很难练习的4小节，有切分、幽灵音。这是一个采样节目，不是乐理节目，扯远了。就这4小节改变了采样音乐的很大格局。作为一个制作人，难道你不想采样一下 Amen Break 吗？节目最后我也会挑出一些经典的曲目作为试听。虽然这4小节给太多人带来了名誉和金钱，但可悲的是 Carmen 也好，版权所有者也好，都未曾收到1分钱的版税。这又回到之前关于法律的问题，以后我会专门做几期关于采样法律的节目。对乐器演奏的节奏型进行抄袭，这个界定本来就很模糊。如果是这样 ，Demanico Abad 是不是要被气到吐血？虽然分解和弦不是他发明的，但因为他的专一，后来人把这种分解和弦叫做 Abad Bass， 被后人无数次使用。怎么又开始乐理？我给 Amen Break 定义的是一种创新，一种突破，让后人都能使用这一熟悉的动感节奏型。但你也别认为只有 Old School 才会使用，现在同样也有制作人在采样这富有年代感的4小节。只可惜 Carmen 2006年去世，最终穷得无家可归。他最终都没有意识到这4小节对世界音乐的影响有多么的巨大，向他致敬。
其次，人声歌词采样了4个部分，可能你都没有听出来。我换上 B 给大家细致的分析一下。1分22秒采了一个人声，1分24秒开始 Squash 是同一首歌的人声，1分23秒采样了 Captain 这句歌词。其中这有2个采样，我觉得是一个叠加采样，再听一下。1分25秒采样了 EZE 自己的一段人声。Yo, Ren, what's up? 这段密集叠加让整段有了变化的感觉。最后音效，1分18秒、2分33秒、3分48秒都出现了刹车的音效。别小看这个刹车原曲 ，Born in Rumble on Me 一开始就是发动和急刹的过程。这首歌是 R&B Funk 乐队 The Gap Band 于1980年发行。之后的节目介绍这支乐队，也是很多人采样的灵感来源之一。Dre Out Compton BPM 103，降 E 大调，用了一个吉他单音。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是 Dr. Dre、DJ Yala、Arabian Paris。在很多采访中 ，Dr. Dre 都表示过，他被 Public Enemy 人民公敌的音乐所影响，所以很多人都会拿人民公敌的 Reborn Without a Past 和 Straight Outta Compton 做对比。我的主要关注点都放在采样上，对于是否抄袭致敬的行为，我最多是讲个八卦给你们听。这种仁者见仁的事，我就不好批判了，毕竟这是一个商业行为，开心就好。其实，在历史上有很多经典的例子改变着音乐文化，我们一步步来，就像 Aman Break 一样。Break 可以翻译打破、重组，这个对于 Hip Hop 来说是一个核心，把原有的采样素材打破、重新录制或者制作、重新组成新的音乐，这是采样的魅力。而你感受到这种魅力带来给你的快乐了吗？不管是录谱、节奏、旋律，艺术家都在不停的创新，没有人一开始就抱着赚钱的心态去录制每一个音符，动力就是艺术家对音乐的热爱。我把利益放一边不谈，很多时候为了录一段鼓，一个团队要在棚里工作到死。这让我很想吐槽一下国内的一些所谓的制作人，卖那些骗人的课程，居然还有卖音色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是不是下载音色加一点 EQ 压缩导出改个名字就开始卖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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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也能理解，穷嘛，为了钱嘛，你们开心就好，毕竟没有买卖，哪来的混蛋？对于商业社会本来就是一场博弈的过程，我崇尚的是采样的魅力，而并非不去面对那些黑暗面。历史总是可怕的相同，谁都要经历一个生死的过程。衷心的希望 Carmen 的悲剧不要再次上演，让这4小节永远的回荡在我们的世界当中。无论你在任何平台看到我的视频，我很在乎你是否今天过得开心。不管你在地球的任何角落，请照顾好你自己，留言给我并保持联络。每天我都会出现在你的关注列表，你可以分享每天了解音乐中的珍宝，你也可以开启小铃铛，3连一波是你对我最好的赞赏。祝你每天开心、幸福、快乐，感谢你。记住，多听好音乐的精髓，才能提高你的审美。我是59线创作人廖然 OD Fish， 我们下期见 ，Peace。马路上的杀手成群结队，不会残废，最多是让你耳朵受罪。杀手的刀总是需要让你接招，你落荒而逃，还要被杀手吃掉。不管你现在是什么状态，也不管你周围有没有小孩，反正对于杀手来说，出刀要快，而且可以不分青红皂白。回头想阻止他脾气中止，你张嘴想反击他脾气中止，你选择了放假避免吵架，他居然要下窗户破口大骂。手有天也要带孩子的上路，摸好刀我就不信他还能装酷。路怒症。